娘娘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我们九公主穿上这汉服，真是好看极了。这不会是娘娘亲手缝制的吧？我哪有这个手艺？这云罗裙只有上京皇城的唯品阁一家能做。之前有使臣庆亲，我特意命人去唯品阁赶制，然后送过来。小风啊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及笄之礼。谢谢娘娘，您费心了。小风，上京啊，有更多好看的裙子，更多好吃的东西。若是有一天你过去，一定会喜欢那里的。你想去上京吗？娘娘，您是想家了吧？您放心，等您病好了，我们一起去上京看看。殿下，赵姑娘，我去接回。这。赵姑娘，瑟瑟听闻殿下要远去西周，特意在此等候。这是瑟瑟亲手为殿下缝制的香囊。赵姑娘，这是何意啊？瑟瑟的心思，殿下真的不知道吗？程银是落罪之人，此番西行，不知何时能回上京。赵姑娘的心意，程银怕是无以为报了。我愿意等。殿下若1年不回，瑟瑟便等你1年；若10年不回，便等你10年；若1世不回，瑟瑟便等你1世。瑟瑟，此行路途遥远，望殿下多多保重。好看吗？师傅，我听明远娘娘说你们中原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好多好看的衣服。那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去的话，你可不可以把那些最好的都给我找回来？好，如果咱们有机会去中原的话，你想要什么，师傅都给你买。哇！啊，真想和师傅去中原一点看看呀！姑娘家的样子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如果我的名字要用中原字写的话，应该怎么写啊？来，看着啊。曲，曲，小，小，哎，被风吹跑了。在这儿写，师傅。风，对吧？对，风。
皇兄，五弟，你的心意皇兄万分感动，但这次西行等于是流放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皇兄，你素来待我亲厚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踏上西行之路呢？况且这一路上万一有什么凶险，我在你身边也好有照应啊。别人都是打破头往宫里挤，你倒好，请只想被流放。皇兄，你可不知道，我在这儿啊，比在宫里舒服自在多了。你就别让我回去了，回去又要处俺母后的责骂。这样也好。义父，健儿，我来就是想提醒你，无论九公主的秉性如何，她都是王上的女儿。不管你的心里对她存着点什么，都要注意相处的分寸。你要为顾家伸冤，那才是你的使命。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孩儿明白。有些东西啊，无论在上京还是在西周，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这就是你和她的宿命。九公主和亲的嫁妆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皇上放心，每样东西都是挑顶好的，绝不会让九公主失了面子。那就好。九公主平时喜欢的东西多备上些。她年纪小又贪玩，此番远离西周去和亲，难免会想家。是。师傅，快带我走！师傅，快带我走！我凤要把我嫁到李朝去。我跟你说，幸亏是我发现的及时，这如果再晚点，估计我连跑都跑不掉了。咱们今天就走，让他找都找不到。好，走。小凤，我不能带你走。为什么呀？你就忍心看着我嫁到李朝，嫁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男人？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哎，万一他对我不好，你忍心吗？小凤，和亲是两国的国事。你身为西周的嫡公主，从一出生，你的命运就和李朝的某一位皇子联系在了一起。我只是你的师傅，没资格带你走。那你告诉我是哪个皇子啊？他姓甚名谁？长什么模样？啊？皇兄，坐。哎呀，说起来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呢。哎，皇兄，你去过西周吗？
还真是有些好奇。你说，这西周的九公主到底长什么样啊？希望是脾气温顺，貌美如花，不然啊，可有皇兄受的了。两国联姻，未得边境，长久安治，哪里容得下什么儿女情长啊？再说，我只是提亲使者，九公主要嫁的是即将入住东宫的新太子，可不是我这个已废太子。皇兄，你不要总是如此沮丧嘛。此次父皇派你来求亲，正是说明他在乎你啊。况且，等我们这次立了功，回了朝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查明真相，你一定能重归东宫的。这皇宫之中，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。皇兄，阿娘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阿爹？你们就真的忍心把我嫁到李朝那么远的地方去啊？小芳啊，你要识大体。识大体的姐姐那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啊？再说了，明远娘娘也不是嫡公主，她不是照样也满口歪理。明远娘娘是你的长辈，是你能随便评论的？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瞒着小风，你现在倒来责怪她。你少袒护她，她这种无法无天的性子，我真该好好管管了。来人，在。把九公主给我看牢了，布置出寝殿半步。阿爹，哎呀，阿娘，她要把我关起来，你劝劝她。阿娘，阿娘。公主，阿杜，公主，公主你怎么来了？铁大王让我给大妃送信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正愁没有人帮我呢，你快带我走吧。好啊，去哪儿？对啊，去哪儿啊？回丹池也不行，如果阿翁知道了，一定会把我再送回来的。哎呦，怎么办呀？现在父王是铁了心要把我嫁到李朝去。你带我走啊！除了你，真的没人能救得了我。小风，如果你不是西周的嫡公主，师父一定带你走。你知道我根本不想嫁过去，我只想留在草原上。你之前说过，你最疼小风了，是不是？带我走吧，我求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小风，我不能带你走。师父，顾家，
我嫁到李朝去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我还以为你对我跟别人不一样，说好了一辈子保护我，为我着想，为我好，都是骗人的，大骗子！师傅，顾姐，好，你不带我走，自己想办法。中原皇子，我告诉你，来一个灭一个，看你们谁敢娶我！信使来报说，五皇子和太子已经到了天艮山，离胭之城还有3日的行程。五皇子也来了。程银这孩子身世也是苦啊，不知道李朝发生了什么，总觉得有些蹊跷。近日我这心里总有些不安。穆哥哥，你带些人前去接应一下他们吧。你安心养病，我去接应他们。大妃，铁达尔王让我过来任您差遣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阿杜，来。萧峰和你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，你也不忍心看她嫁到李朝那么远的地方去吧？这一切都是那个明远造成的，是他蛊惑了王上。你知道该怎么去做？是，阿杜明白。
送太子离开！徒弟，是你？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无人指使。你与明月娘娘无怨无仇，为何？明月娘娘一死，王上就可能改变主意，这样小凤就可以不用去和亲。这么说，是大妃指使你的？为什么放过我？小凤要是知道自己的母亲要杀明月娘娘，必定难过。我若不是怕她伤心，绝不轻饶你。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她，你为什么不带她走？你既然要保护明月娘娘，就应该知道，大妃是想阻止这次和亲，才会对一个垂死之人下手。你今天能拦得住我，但你拦不住宫里的明枪暗箭。你要知道，只有小凤走了，明月娘娘才能安全。和亲是两国的大事，我岂能自私？宫里有这么多适龄的公主，为什么偏偏是九公主？今日你为何不顾自身安危，挡在我身前？是因为知道那些刺客不会伤你吗？皇兄，武帝，我了解你的为人，也知道你于此事绝无牵连，更不会怀疑你保护我的一片赤诚之心。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：今日有人保护你，明日便有人害你，而这些人，都将会是一种人，为权力追逐，为权力疯狂的人。我记住了。舅舅，如何了？那程银呢？五皇子安然无恙。不是说派出去的都是顶尖高手吗？怎么会失手呢？正是因为五皇子拼命阻挠，他用血肉之躯护卫废太子，再高的高手又能如何？投鼠忌器。程银，他不会知道了吧？不确定，以他的所作所为，应该有所怀疑了。
知道了也好，他迟早是要清楚自己的立场，省得糊里糊涂的一再做傻事。既然行刺失败，那李承季他们应该已经到了西周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舅舅还要早做打算呀。五弟，你今日所用是何剑法？是从何处习得？我的剑法是一名叫柴木的先生教的，他再三叮嘱我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使用此剑法，更不得向外人透露。此剑法很像当年顾家的五竹连环剑。那你对你的生母还有印象吗？我的生母，我的生母，在我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没什么印象。皇兄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啊，没事，就是突然想起，随口问一句。啊。五弟，这封和亲国书就交给你保管吧。大哥，拿着。什么人？
师傅，你来干什么？带你走。现在你还愿意跟我走吗？本公主言而有信，不像某些人。好，你先出城，在离人坡的沙丘等我。你不跟我一起走啊？我答应过义父，要照顾明月娘娘3日，3日之后，义父一回来，我就来找你。你说的啊，就有3天，不许骗我啊！一定。检查现场。立刻封锁此地，方圆50里，不，100里，一只鸟都不能放过。立即修书，800里加急将此事向上京奏报，传令阿虎府上下所有人待命，商议对策。是。西北的太平日子到头了。
没有发现五皇子的尸体，而且奇怪的是，这里没有一个刺客的尸体，倒像是被人特意清理过。不过我们发现了一把兵器压在了尸体下面，一定是没被清理干净。单吃人的武器。曹参军在，你带一队人沿路寻找五皇子，一有消息立刻作报。是。剩下所有人与我先护送太子尸体回西京安护府。是。九公主怎么会不见了？找，都去给我找。是。这个人，仔细看看。哎。来。顾剑，你走吧。义父还没回来，我不能离开明远娘娘。你去找公主吧，我替你守着明远娘娘。你和公主走了，我就没有理由伤害明远娘娘了。公主已经离开3天了，她要是再等不到你，万一又遇到歹人该怎么办？好，我就信你一回。嗯。怎么还不来啊？不会又是骗我的吧？小红马，幸亏有你陪着我，不然我要在这离人坡上闷死了。
这。师傅，前尘事，生死两。梦又长，却总是聚散两茫茫。是眼光，只盼你回望。伤在心里结成霜。 忘不掉是你的模样，回首初见那从前相望的瞬间，抓不住伸出的指尖。你心碎空流泪人不归。 穿水镜看红尘是非，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若如初见，为谁而归？秋又去，春又归，梦与醒又。 月未央，月色凉，映西窗，前尘事，生死两。梦又长，却总是聚散两茫茫。是眼光，只盼你回望。 你心碎空流泪人不归，望穿水镜看红尘是非，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若如初见，为谁而归？你心碎空流泪人。 尘是非，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若如初见。